原来在上古神话中，实力最强的并不是一刀开辟天地的盘古，也不是上古战神蚩尤，甚至盘古只能排在第二，第一名的地位无可撼动。所以今天我将以排名的形式带大家了解下上古10大战神。第10，斗战胜佛孙悟空。众所周知，孙悟空的师傅可是超级大佬菩提老祖，猴哥出师后就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天庭，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大闹天宫。虽然最后被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，但好在得到了观世音的指点，这才一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，历经9981难后，最终修成正果，被封为斗战胜佛。看到这儿，或许就有人疑惑了，毕竟孙悟空的实力在整部西游记中都不能排在前列，为何能在上古神话中排在第10呢？首先，成佛后的孙悟空实力必然更为强大，其次在西游后传中，他成功化解了3界最大的一场劫难，并凭借自身实力战胜了如来都打不过的吴天，这一点足以证明孙悟空的实力已经远超过天界众神，因此将斗战胜佛排在第10毋庸置疑。第9，水神共工。他是上古神话中的水神，能够掌控洪水之能。尽管共工在神话中出现的频率很高，但惹祸的事件也不少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共工怒触不周山。传说中，共工不服皇帝后裔颛顼的统治，因此率兵对抗颛顼，导致双方陷入一场激烈的大战。然而由于共工的实力远不及颛顼，最终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后来逃到了不周山下。由于共工见到自己的手下伤亡惨重，心有不甘后，便愤怒地用头撞向不周山。要知道不周山是天柱，坚如磐石，支撑着天地，可共工这一撞直接让不周山倒塌了，顿时天河倾泻，洪水泛滥，日月星辰移位，江河山川的位置也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，而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故事也由此诞生。第8，火神祝融。在上古神话中，祝融是赫赫有名的火神，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，他住在昆仑山的光明宫之中，擅长使用火元素，并教会人们如何使用火种。不过祝融并非上古神话中的初代火神，初代火神是燧人部落首领，第2代火神是炎神，祝融则是第3代火神。祝融的战力在2个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，首先是他逆天而行，击败了水神共工。考虑到共工的强大实力和水属性的优势，祝融的胜利可谓是令人瞩目。其次是大禹的父亲鲧，他从天庭盗取了息壤，于是天帝大为震怒，令祝融下界斩杀鲧并夺回息壤。尽管鲧的本体是一头上古神龙，拥有强大的战力，但依旧打不过祝融，可见祝融实力不凡，所以将他排在第8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第7，东皇太一。东皇太一乃是圣人之下第一人，他是混沌孕育出来的神明，是无妖族时期最为强大的存在。他不仅创立了天庭，而且手中拥有一把先天至宝混沌钟，此宝物就连圣人来了都难以击碎，并且东皇钟自带一套上古杀阵。东皇太一还凭借这套杀阵，他以一己之力血拼8祖巫，最终与祖巫玄冥同归于尽，同时这把神兵也毁在了这场战役中。第6，战神刑天。自从炎帝被黄帝打败后，刑天就一直跟随在炎帝身边，定居在南方，但后来他不想像炎帝那样俯首称臣，于是独自率兵对抗黄帝。刑天手持神斧杀到南天门，指明要与黄帝单打独斗。然而黄帝身边高手如云，刑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最终被轩辕剑斩断首级。然而没了头的刑天才叫刑天，他不服天命，又重新站了起来，左手握盾，右手持斧，继续向黄帝发起冲锋。从这点也可以看出，无论胜败与否，在中华上古神话中就没有一个软骨头，同时这种精神也是我们应该提倡的。第5，蚩尤。蚩尤是上古神话中9黎部落的首领，同时也是黄帝的死对头，他被誉为华夏民族的兵主，因为兵器就是蚩尤发明的。相传蚩尤是3头6臂，刀枪不入，钢筋铁骨，是一位战力强大的神奇。尽管他最终被应龙所杀，但他的英勇之举却赢得了皇帝的敬仰，因此在蚩尤死后，皇帝将他的形象绘制在军旗上，用来鼓舞自己的军队在战场上奋勇作战。可以说蚩尤代表了我们最初的战斗意志，是最初的兵神。第4，应龙。应龙是上古神话中最早的一条龙，又称祖龙，是万龙之祖。据说应龙是皇帝的大将，不仅骁勇善战，实力还极为强悍。蚩尤最后就是被应龙所杀，但是由于应龙在战斗中损耗巨大，导致他无力飞回天庭，因此只能留在凡间，隐居在山泽中。第3，黄帝轩辕。他是古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，也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五帝之首，一度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的共主。传说在上古时期，黄帝手持一把轩辕剑，征战四方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因此人们尊称他为战神。黄帝先是率领军队击败炎帝，后来又在益州之战大战蚩尤，再后来联合炎帝在逐鹿与蚩尤决战，并成功斩下蚩尤首级。最后黄帝亲率兵马征服各方不肯臣服的诸侯，使天下开始走向统一。第2，盘古。在神话故事中，盘古是天是地，出生就自带开天神斧。盘古大神将全身神力凝聚在开天神斧之上，然后毫无犹豫地劈向混沌，整个混沌就这么被劈开了。由于盘古用的力气太大，导致出分的天地也变得很大，所以引发了许多不稳定因素，那就是天地开始重合。可为了稳定局势，盘古不得不以手撑天，以脚踩地，以身体为支柱，将天地再次分开，这一撑就是永远。最终盘古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在无数年月后，他的脊柱化成了不周山，依然支撑着天地，而盘古神斧则变成了东皇钟、招魂幡和太极图，他的左眼成了鲜红的太阳，右眼变成了银色的月亮，从此开始有了世界模样。第1，红军老祖。红军老祖又称红军道人，出自明代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的人物，此人为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师傅，是众仙之祖。红军和盘古一样，都出现在天地未开之时。红军是混沌中的一个白玉盘，在混沌中漂浮了1万
年诞生了灵智，这就是红军老祖的本身。相较盘古，红军的诞生更早，有人说他是仙界之至尊，也有人说他主宰整个宇宙，有改变宇宙洪荒之力，重立地水风火之能，挥手间可随意改变时空秩序，再造天地万物。因此红军是无人能比的仙界第一人，所以将他排在第一，实至名归。